作为在开放世界射击游戏领域有着多年开发经验的育碧，结合阿凡达 IP 打造出的《阿凡达：潘多拉边境》，在很多方面它类似于霍格沃茨，但与哈利波特的故事不同，这次是由育碧大规模负责开发。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聊一聊在 PS5 上购买《阿凡达：潘多拉边境》前你需要了解的事情。本视频由游戏圈探索全程赞助播出。I was abducted by the RDA and trained in their ways. 故事背景在西部边境，人类殖民者负责资源开发的管理总署 RDA 组织囚禁了一批年幼的纳威人，用地球的方式训练抚养，希望能够将其同化。玩家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不过人类的计划似乎并没有奏效，因为在后续的剧情中，我们始终是坚定地站在纳威人一方的。在电影《阿凡达》第一部的结尾，人类战败撤回地球，这批纳威人也面临被处理掉的命运。主角的老师偷偷把他塞进了冷冻舱中，就此陷入了沉睡，直到15年后，阿凡达水知道的时间线才苏醒过来。玩家需要帮助纳威人将 RDA 组织赶出自己的家园，因此也必须从头开始学习纳威人的习俗与文化，并与几个不同的部落团结在一起，共同抵御外敌。此外，潘多拉边境中的两位主要反派 RDA 奸商约翰·莫瑟和他的武装部队负责人安吉拉·哈丁上校在大部分流程中都几乎没有出场，即便到了故事结局，他们的命运实际上也是留有悬念，所以基本没什么 BOSS 战。阿凡达潘多拉边境中有3种主要地貌：茂密的热带雨林、刮大风的温带草原和长满植被的森林地区。这些地貌带来了丰富的动植物种类，并展现出独特的互动行为，等待玩家去探索它们独特的习性。游戏中精细的细节水平和植被密度令人赞叹，画质模式运行在 4K， 性能模式则保持在60帧每秒。其中玩家无论是使用突击步枪还是用重攻瞄准，游戏中触觉反馈和自适应扳机的细节水平都达到索尼第一方游戏的水准。潘多拉音效也值得一提，几乎所有的环境声都是 3D 定位，因此当玩家搭配耳机四处移动时，声音将会如同现实世界中一样维持相对的位置，游戏会持续对玩家和自身做出反应。野生动物在听到枪声或重型机械等不熟悉的声音后，会惊慌逃窜或安静地隐匿行踪。当玩家抚过植物时，可以听到沙沙声和滴水声，以及与摇曳的树枝同步发出的风声。游戏的主要任务和支线内容受到等级限制，但是通过完成任务，你并不能获得经验或升级。相反，等级完全取决于你携带的武器和装备，这时游戏的制作系统就派上了用场。每个装备都需要材料来制作，听起来很简单，但随着游戏的进行，材料的质量变得越来越重要，激励玩家来清理地图，从而获得更好的材料和技能点。这种不关注经验点的方式对于游戏来说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有些次要任务感觉有点毫无意义。有一次，一个支线任务要我找到2个狩猎材料，花费了很多时间，而奖励只是一道食谱，有点让人失望。阿凡达潘多拉边境还有一个探索模式，就是所谓的弱引导技法，强迫你专注于故事的描述和地图来找到路。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在这个模式和普通模式之间切换，这很容易让不专心的玩家迷路。如果是无聊的支线任务，探索模式就会让玩家抓狂。游戏除了画质、音效和自适应扳机外，还有一些不足。相比《孤岛惊魂》，潘多拉边境的任务奖励弱化了，只有少量任务完成后，会给你一个好的武器或者装备奖励。绝大多数时候，你花费大量时间只能拿到一个图纸和素材，再加上敌人的单一性，这款游戏我们推荐电影粉丝和画质爱好者购买，只能给出6分。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欢迎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希望这期视频对您有帮助，请点赞和订阅本频道，关注游戏圈探索，带来更多精彩。